这套装备应该是在这个生存中最好的装备了。EXO 头盔增加10的盔甲值，另外增加3的盔甲韧性。外骨骼加15的盔甲值，加3的盔甲韧性。EXO 护腿加12的盔甲值，加3的盔甲韧性。EXO 鞋子加10的盔甲值，加3的盔甲韧性。兄弟们，啥也别说了，你们就说一下这套装备香不香？来吧，视频开始之前呢，先欣赏一下我的城墙。目前是生存的第119天，我的城墙呢，现在就建成了这个熊样子。为了增加亮度啊，我还去下界挖了一些萤石。当时我也是发现点了火把也不太管用，这丧尸呢，偶尔还是会刷新在城墙上。那么现在呢啊，我就有个问题啊，请教一下兄弟们，我城墙的构造你们应该看得很清楚吧？那么我的问题就来了。上次呢，我也是在城墙之上啊放上了我的哨兵，但是呢，哨兵的攻击方向都是水平的，丧尸从底下过来根本打不到，所以我就想到了弓箭兵。但是放弓箭兵呢，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会到处跑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啊，让他不掉下城墙去，还能攻击到丧尸？这就成了我目前最大的一个问题。那听到这里呢，可能有的粉丝就说了啊，你之前不是说过要量产哨兵，把哨兵放在城墙内吗？对，没错，我是有这个想法。但是呢，完成这件事啊，咱得需要时间呀。你们就感受一下我这个城墙得有多大，一个哨兵只占1个方块。如果我把哨兵围满城墙，没有100个哨兵，估计完不成吧？制作一个哨兵需要用的铁锭36块，100个哨兵就是3600块，想想我都肝疼了。行了啊，这个事情说完以后，咱们言归正传。我这身高科技军用装备也还可以，但是我最近发现，由于丧尸进化，兄弟们注意这个丧尸，他的名字好像叫月亮花，跟我的名字呢多少还有点关系。这也是随着生存难度的增加刚刷新的一种丧尸。很显然兄弟们，就刚才那个局面啊，如果我回头跟他们干，我肯定是干不过他们，所以说我只能跑。那么也请兄弟们啊，千万不要把怂啊给我打在公屏上，因为刚才这一波真不是怂啊，那只能说是战略性撤退。打不过你还打，那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吗？上期视频我在雪地的矿洞啊也挖到了一点铁矿，于是呢我又合成了一个哨兵。这个哨兵放在哪？我准备给它放在院内。随便找个地方就放在这里吧。由于我建了城墙，理论上来说啊是抵御了一部分丧尸，不然的话我家周围的丧尸还会有很多。刚才哨兵为什么放在那里？我也是为了检测一下这个哨兵啊到底会不会受到丧尸的攻击。如果不会受到攻击的话，我准备再给他制作几个。毕竟基地附近的这几个哨兵呢，射程距离有点短，想要打到城墙附近的丧尸还是有点不太行。就这一波丧尸来袭，好像哨兵不会受到伤害，那就妥了，兄弟们，再给他加大一点力度吧。加大力度那得需要铁矿啊。于是呢，我一不做二不休啊，再次来到矿洞，兄弟们，随便感受一下吧。这个矿洞里的铁矿也是非常的多呀，这3600块铁矿可不是说说而已啊。我每次下矿洞，如果运气好的话啊，也就顶多是挖100块左右。如果真是要制作100个哨兵的话，那么得需要下矿洞36次。下矿洞那就代表着很危险，以每次下矿洞挖到100块铁锭为目标，挖到100块铁锭大约需要翻车2次，这还是保守估计。那么挖到3600块铁锭，我就需要翻车72次，是最少72次。兄弟们，你们觉得我能干出3600块铁锭吗？技术一哥表示没问题呀。那么这次挖铁矿，我到底翻没翻车呢？来吧，翻没翻？咱们看这波，兄弟们，现在的丧尸啊品种太多了，导致现在我看的也是眼花缭乱。首先呢，我利用地形优势啊，在这稍微处理了一下。我这一看就剩下这仨瓜咧枣了，也没必要太矜持，手拿电动武士刀跳下去，直接跟他们干。很快啊，就只剩下一只被感染的熊了。可是呢，就在这时啊，又来了一只丧尸，好像还有一只隐身的，然后我就又中毒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定要远离丧尸，因为这个毒会把你毒的只剩半颗心。如果这时候旁边再有一只丧尸随便碰你一下，我就敢保证啊，哪怕你是技术老哥啊，你也是一命呜呼。幸好这次下矿洞我提前有准备，备了一支治疗尸毒的药剂。说到这个治疗尸毒的药剂啊，我再说两句，兄弟们，治疗尸毒的药剂啊，最开始的时候打丧尸就可以掉落，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开丧尸掉落的医用物资。之前该说不说，我家存了很多。那么现在呢，我就非常紧缺，就是因为上期视频啊，在雪月的时候爆炸丧尸在我家里爆炸，炸掉的那个箱子里面盛的全是一些治疗尸毒的药剂。那这一波呢，没有治疗尸毒的药剂，我也不敢探索了，再探索下去肯定要翻车的。与此同时呢，兄弟们也注意一下左下角啊，雪月又在升级。回到家不闲着，又制作了3个哨兵，刚好趁着雪月来袭，我就让你们感受一下我哨兵的威力。这3个哨兵怎么安排，那都不用说。刚才他们在基地的左边放了一个，这次刚好在基地的太是呢。这真的是啊，大难不死必有补刀啊！刚才治疗尸毒的药剂感觉白费了，还不如别治疗，直接死回家得了。
我在家里稍微缓了缓啊，现在是凌晨的12点，一边2个哨兵啊，总算是给他安排上了。我估计就是我建了城墙的原因，即便今天晚上是血月啊，这丧尸也是比较少。今晚我就不出去了，让哨兵打算了。现在呢，我们看一下 EXO 装备的合成配方。其实呢，合成方法并不是很难，但是现在对我来说确实很难。咱们上期视频不是库里帕在我家爆炸吗？我那个箱子里啊，不仅装有这个治疗尸毒的药剂，就连这个电池也都给我炸没了。现在再一看这个合成配方，好家伙啊，基本上全是用电池啊。我数了一下，一共需要7块电池。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不但要对付丧尸，还要寻找电池。寻找7块电池，我感觉也不是特别困难。我感觉这个电池的刷新率还是比较高的。就这样对付丧尸的事儿啊，我先放一放。现在呢，兄弟们注意一下生存天数啊，124天。然后呢，镜头一转，咱们来到128天。我本以为啊很好找到这个电池啊，没想到4天的时间我只找到了1块。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，因为一时半会儿找不到电池，我也是非常的苦恼。我忽然啊就想到了贸易站，万万没想到啊，这贸易站还真有卖电池的。可是我这一看这个单价，真的是让我大惊失色。好家伙，1块电池卖6000块钱，兄弟们，7块电池就是42000啊！这么高的单价，你说我能买吗？虽然我的银行卡里现在有8万块钱，但是呢，买点别的行，买这个电池啊，那真是大可不必。找到了2个燃烧弹，咱们来给它测试一下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我只干3件事。第一件事建城墙，第2件事挖铁矿，第3件事收集电池。行了，事儿就这么个事儿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燃烧弹的威力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还凑合。